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芝麻酱到底该怎么调稀？用水还是用油呢？大厨教我这样做，丝滑细腻，味道香。这个是我花钱学来的。说到芝麻酱，相信大家最熟悉的，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，浓浓的芝麻香，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香呀！不仅可以用来做火锅蘸料，还可以拿来拌面，用来炒菜和拌菜。虽然芝麻酱很香，但是有个问题，就是自己买的芝麻酱呢，一般都是浓稠的膏状，和每个饭店酒店的都不一样，每次用到的时候呢，都尴尬。即使芝麻酱很稠，是需要稀释的，那么芝麻酱怎么才能调稀呢？很多人纠结到底用水还是用油，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取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的量的芝麻酱，放入大盘中。喜欢更香一些的话，可以往里边放入一些花生酱哦。花生酱的口感醇厚，适当添加，还能够中和掉芝麻酱的苦涩味呢。芝麻酱先放在一边，接下来我们准备点香料，准备3片香叶、2个八角、1小块桂皮，再加入1小把花椒粒。八角和桂皮一点点就可以，否则香味过于浓郁，就会抢了芝麻酱的风头。接下来起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花生油，热锅冷油下入香料，这样各种香料在油温慢热中能够更好的释放出香味。冷油下锅可以更好的熬出香料中的所含有的香气，这也是能熬出好的料油的关键之一。就比如花椒中也含有很多的挥发性的植物油，有独特的芳香味。我们在熬制料油时，用冷油放入香料花椒，小火慢慢熬，才能更好的释放出香味，而大火一会就糊掉了。待油温慢慢升高，将香料花椒熬至变色后，有微微焦香时，即可关火捞出，切不可熬糊了，一点糊味都不行。然后用漏勺将熬制后的香料油过滤干净，料渣香味已无，埋入泥土中做花肥也是可以的。那这香香的料油就制作好了。这料油可以用万能油来形容它。料油不仅在大酒店，还有很多的街边小吃摊呢，也会用到料油。例如很多卖凉拌菜的、开面馆的，料油经过熬制，色泽鲜亮，味道鲜香，而且非常百搭，任何美食加入它都是如虎添翼。这里我们加入2勺料油，在芝麻酱里边，要等其冷却后，那才可以加进来哦。然后将其完全搅拌融合。调制芝麻酱时，应按照顺时针方向进行搅拌，这样能确保调料充分融合，芝麻酱更加均匀。我们用桑料熬过的油来稀释芝麻酱，不仅可以解决浓度问题，还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香味。用油稀释的芝麻酱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香，芝麻酱也非常的细腻和丝滑。而且呢，特别的好存放。有的朋友调芝麻酱时也会加入凉白开，芝麻酱的香味会被凉白开冲淡，香味减弱。同时，芝麻酱稀释之后也是有小疙瘩的状态，完全不是那种丝滑的状态，而且保存的时间呢也会变短，容易变质。不过现在芝麻酱还特别涩，并且没有咸味，不好吃，所以呢需要调味。往里面呢加入一点生抽增鲜，适量的加一点点蚝油添香，一点点白糖调和，然后呢继续顺时针搅拌开，使调料和芝麻酱完全融合一体。调味的方法取决于您自己的口味，简单一点的话，可以添加香醋、生抽、味精和腐乳等都是可以的。给芝麻酱调味没有一定之规，你喜欢什么味道，就可以添加什么样的调料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，万分感谢您了。接下来，我们还需要准备大家最爱喝的雪碧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秘密哦。一般人
我可不告诉他，在外面涮火锅，您可有遇到过调料区有雪碧吗？所以这个秘诀只有真正的吃货、懂行的人才知道。雪碧的魔力，调味芝麻酱的秘诀居然是加它，不管是做凉拌还是做蘸料都是一绝。在最后阶段加入雪碧，能让芝麻酱的口感更加细腻、丝滑。这是因为雪碧中含有二氧化碳，能使芝麻酱更加蓬松。第一次呢，我们先搅拌这雪碧被吸收掉，变浓稠以后，再继续加入少量雪碧搅拌。加的太多的话，掉出的芝麻酱不均匀，容易起疙瘩。还有，毕竟不是很熟练，不好掌握这其中的含水量呀。少量的加入，充分吸收完了之后，再来加一次雪碧，继续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。我们用雪碧调出来的芝麻酱，不仅吃起来非常的香，而且呢还不会有苦味。即使加入雪碧，调出了芝麻酱的口感，您不用担心会是黑暗料理，它的口感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大众且受欢迎。而如果是用水，或者是直接加食用油调制的芝麻酱，味道呢会略有苦涩，而在那基础上加入雪碧调出来的芝麻酱，味道层次呢更加丰富，带有一点点的甘甜味呢。与此同时，还增加了芝麻酱它本身的芝麻的香味，在搅拌过程中需要耐心保持均匀力度，直至芝麻酱呈现出柔滑、细腻的效果即可。现在芝麻酱调好了，这就是为什么饭店里面的特别好吃，我们自己调的不好吃的原因。因为我们往往嫌麻烦而做的太过简单，都是简单的加入适量的凉白开，搅拌后加入盐就算可以了，吃下来总是感觉口感不好，有点涩涩的。而饭店是为了吸引顾客，所以都有调制芝麻酱的秘诀。现在知道原来饭店里面的芝麻酱都是经过调制的了吧？在家吃火锅，下面调一碗香香的芝麻酱配着，真的是超开胃。所以以后想吃好吃的芝麻酱，再也不用去火锅店了，自己用雪碧调芝麻酱，香气四溢，口感丰富，味道层次分明，让你欲罢不能。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